双风贯耳，大家听这名字也知道，是这个两手啊从两侧向对方的两个耳朵啊去击打，形成贯拳的动作。那么从两侧击打，同时击打，这个动作呢很危险，但是我们呢，一般这个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尝试去做，知道就可以了。这是向耳朵两侧去击打的。我们从右蹬脚变双风贯耳，左手找右手，同时屈腿提膝，两手两肘往下松沉，松沉的同时，左腿去蹲，右脚往下落，两手落到自己髋关节的两侧的时候变拳，后腿继续松沉，前脚落实。重心到右腿来的时候，后腿蹬展，两手从两侧变拳贯拳到前方，两拳的宽度呢与自己的面颊同宽，高度就到自己的耳朵同高，两拳眼斜向下，眼睛看前方。这个做的时候呢，我们想把膝微提，松脚，对，往下提。这个的同时，左手外旋，右手也外旋，左手找右手，两手在体前，掌心均向上。落脚的时候，左腿屈膝往下落，右腿也同时往下落，两手往下松沉，肘关节注意往下松沉，带动手臂往下松沉。两手从髋关节两侧变拳，随着重心前移，两拳贯拳贯到自己体前，两个拳的距离是自己面颊同宽，这个两拳的高度与自己的耳朵同高，身体这个有前倾一点点，可以到右支撑腿上来，眼睛呢通过自己的面前往远方看出去，收势。我们在做双风贯耳的时候呢，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，这个右腿没有提膝动作，直接就落下去了，直接就是在走的时候，直接就重心就落到前腿去了，没有一个提的动作。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左手找右手的同时，把膝提住，把脚面绷住，往回提收。那么两个手呢，手心均向上。这个时候也有的同学就是把手臂呢往回收，你看收得很短。那么这时候我们从侧面看，微微转一点，对，我们从侧面看，我们动作就不饱满，感觉动作很小，所以我们这动作一定要舒展开，和后背有撑进，提膝和这个手和展背往后展要同时进行。好，我们再转向原来的方向。在这里往下做的时候，左腿呢不往下屈，直接就落脚了，形成重心很快过渡到前腿，出现有一个这个向前倾的动作。我们这个动作应该是左腿往下屈膝，同时落脚落手，是一起做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左腿右腿两臂同时进行。好，然后我们两手变拳，左腿微微松沉，两手从两侧贯拳贯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很多同学手臂太直太僵，让人看着感觉很僵硬。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肘关节应该是松沉的。还有的同学做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头都埋进自己的两个胳膊里去了。
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把头一定露出来，哎，让人能够看到你的练习者的面颊。这个两个手呢，拳眼呢一定是斜向下的，千万别向上或者是对着，应该是两拳眼斜向下。高度呢就是自己与自己耳朵同高就行了。这个地方还容易出现就歪胯，右胯突出歪胯现象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把胯根收住，这个两拳微再高一点，肘关节松沉一下。肘关节松沉的同时，两臂微微的外撑，有一点圆弧。这时候不要太直，没有圆弧，应该外撑一点点。那么眼睛呢，通过你的前方看出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收势。双风贯耳动作的攻防，大家从这个名称也能看出来，双风贯耳是用拳眼这个侧向对方的耳朵两侧去击打的。假设对方两手都这个抓住我的这个两臂，对，同时抓住两臂，这个动作是很多人在这个练习中可能会做到的，对吧？使劲，哎，这个时候我呢要有一个松沉。松沉是为什么？是把它引进来。那我有一个松沉以后，我再双风贯耳去击打对方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坐这儿以后，你看旋臂裹再去击打对方啊。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，力点呢到达自己的两个拳眼去，贯拳是击打对方，从两侧耳朵两侧同时去击打贯拳。我们在做双风贯耳的时候，两手展开以后，一定要注意转腰带臂。有的同学呢，这个腰不转，你看就形成这手一前一后了。所以我们右蹬脚以后，一定是转腰带臂。这个膝呢，一定是要提的。有同学蹬完脚以后不提膝，直接就落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时候，直接落步，重心就向前压过去了。这个没有一个缓冲，就直接压到前腿去了。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提膝、落脚、屈蹲支撑腿，屈蹲支撑腿的同时落右脚，两手也同时往下松沉。松沉以后，左腿是实腿，继续松沉实腿，给自己两手变拳的这个时间。松沉以后变拳，重心前移的时候，再形成一个贯拳的这个动作，走一个弧形，两手同时走。从正侧方看，我们有一个外弧形过来啊，两手贯拳外弧形过来。击打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，是与耳同高。有的同学一击打的时候就不管了，两拳就向前直挺挺的出去了，然后头呢向下看，也向下看，然后头是扎进自己的这个两臂的中间去了，这样去看，一定是沉肩坠肘。我们肩肘的松沉，大家看从侧面，我们一定不要架肩，一定是沉肩坠肘，把肩肘松沉下去。这个力才能顺达到自己的这个拳上去，所以大家的肩肘松沉非常重要，一定不要架肩。架肩的话，这个力在整个胳膊上都使着劲；松沉的话，它才能力达自己的末梢去。好，双风贯耳我们就讲到这里。